因为我想问一下，有两个小问题啊。第一个就是您选在7月4号宣布这个决定，是因为这个日期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还是之类的？然后第二个是，之前李宗伟退役的时候，然后您也发了微博之类的，那个时候有考虑到自己退役的时候会有怎样的心情或者是状态？然后真的宣布了这个之后，真的宣布了这个决定之后，跟之前的那个设想会有差距吗？首先选择7月4号其实没有太针对说那个意义，但是选择在12点以后发，是因为我觉得那个职业生涯的，就是退出国家队这个阶段，只是一个人生的一个阶段。我希望就是通过这个时间，表达出来是人生的下半场，对，就是下一个12就是开始。对，我觉得，当然你说到。选择退出国家队，其实心里面是确实很复杂，因为在那个地方待过20年，所以会觉得也不能叫遗憾，肯定是心里面有很多的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当发出去以后，就觉得稍微的自己也轻松一点而且得到了很多一些我的朋友的一些祝福，所以我觉得还挺能接受的。林丹先生您好，我是凤凰网的记者，这位，我想问您3个问题。第一个是对自己过去20年国家队的生涯有什么总结的吗？然后第二个是可以对自己职业生涯做个评价吗？然后第3个问题是您最享受的高光时刻是哪一刻？谢谢。我觉得其实这20年对于我来讲，到目前为止，其实我是很可以去很骄傲的跟任何人去说我在一个地方为国效力了20年，所以我觉得这是我非常值得去炫耀的一个时光，这20年，我觉得不是所有的运动员都有这样的可能性去完成20年，所以我觉得这个我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骄傲。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对自己职业生涯的一个评价。20年，我觉得其实有很多很成功的，当然也有很多失败的，有受很多人的这个鼓励或者赞扬，也有一些表现不好受到很多人的批评或者一些争议的东西。但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讲都是非常珍贵的，因为这样的一种经历会让我在下一个阶段能够有更充沛的一些状态去做好下一个阶段要做的事情。高光时刻，我觉得现在对我来讲印象最深的就是第一次获得世界冠军的时候，因为那是我从小练羽毛球的一个梦想当然后面也有很多比较成功的一些成绩，但是我觉得第一次获得世界冠军就感觉来到这个领域没有白来过，所以我觉得那个给我的印象是最深的，特别是2004年的第一次的汤姆斯杯，对，我觉得虽然那个是团体赛，但是对于我来讲，我已经完成了我职业生涯的第一个世界的冠军，所以我觉得非常有意义。你好，我是澎湃新闻的记者，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在您退役之后，我看到有媒体评论说是中国体育就没有巨星了，然后请问您对这种评论是怎么看的？然后您觉得对于年轻的运动员来说要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巨星？谢谢。我觉得就是一个曾经的一个国家队的一个运动员，羽毛球运动员，只是说我尽自己最大努力去表现自己最好的一面。至于是什么也好，都是这些可能是外界或者媒体的一个评价我非常的感谢。当然，我也希望有更多的时刻，就像微博里面讲的，我也希望将来有更多的新的面孔。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国旗能够再冉冉升起，我觉得也希望他们能够更加珍惜自己的职业生涯，因为每个人的职业生涯都是有限的，我希望他们尽情的去追逐自己的梦想。林丹你好，来自体坛周报的提问。刚才在新品发布会上，你说退役之后，现在正是享受当下，多陪陪家人，但是还是有很多球迷很关心你未来的一些动向，包括你在推广羽毛球或者综艺娱乐以及就是个人商业开发、个人品牌这方面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规划？以及作为世界男单最优秀的运动员，有没有想过去当教练，把自己这一身技能给传授下去？谢谢。我觉得当微博发出去的时候，其实是我怎么讲，可能是最轻松的一刻虽然心里面很复杂，但是突然间觉得
可能肩膀上的一些东西就没有了，就会更轻松一点。其实我现在是比较享受就是和家人的时光，陪陪小雨，我觉得每天能够跟他一起玩，我觉得特别开心。至于比较细致的工作，其实我相信这个公司都会安排好，所以我也反正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配合。我目测了一下，国家队教练的名额已经满了，应该是没有，所以我没有想那么多。林丹你好，来自广州日报的提问，就是您那个发那个退役的那个公布的时候，很多外媒把你评价成是那个跟费德勒一样伟大的一个运动员，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你也很喜欢费德勒，也希望跟他比肩，就是说您当时有怎么样的，大家对你的评价是这样，你是怎么样？有没有说哎，早要不然再打2年？首先我觉得虽然领域不同，但是呢，费德勒一直是我学习的一个榜样，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也是非常优异的成绩，也是网球界里面男子单打最优异的成绩，而且呢，他也到了一定比较高的年龄依然在坚持，其实也是一直鼓励我的一个榜样。就像前面的话，有很多的媒体也好，或者一些球迷也好，会给我可能会给我一些比较高的一些评价，所以我是也能接受，但是也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也感谢他们对我的支持，对。你好，我是来自上海东方体育日报记者，我想请问2个问题，一个就是以前参加综艺节目的话，可能还是在以运动员的身份去参加，那接下去我们知道还有一档综艺就要开播了，我想问一下这次会有什么样的参与上有什么不同的体验或者工作配合程度？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想问一下未来的话会和4大天王中的另外3位有一些更多的合作或者同场的机会吗？因为球迷们都非常期待，谢谢。第一个问题那就7月11号收看湖南卫视《运动吧少年》。第二个问题要问我们的赞助商尤尼克斯，他们什么时候安排我们3个人再重新聚一下？你好，丹哥，我是先锋评语频道的记者孙军。想问一下您，就是当时李宗伟退役的时候嘛，您也给他发了微博，然后您退役的时候他也发了微博，3缺1等您嘛？您2个时间段都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然后就是那个3缺1是不是就是我们尤尼克斯这个王者之治的活动？很抱歉让他们等了太久，对，终于可以一起团聚了。接下来其实我也希望通过不同的身份。能够跟3位优秀的对手也是朋友一起去更好的推广羽毛球，让全世界更多的年轻的朋友喜欢上这项运动，热爱这项运动。你好，林丹，网易体育想问一下，就是因为零0时代过去了，然后我们想从你的角度来说一下，世界羽坛目前你觉得它的格局是怎么样子的？然后第2个问题是，马上就要迎来了东京的这个奥运会，你想给自己的师弟师妹们有怎样的期待，然后有怎样的嘱咐？当然是希望自己的这个队友们，师弟师妹们能够可能今年是比较特殊的一年，所以希望他们能够排除一切的困扰或者干扰，能够更好的全身心的去备战到明年的东京奥运会，也希望他们也不要有太多的一些包袱放手去拼，因为他们都很年轻，放手去拼就可以了。丹哥你好，我是新浪体育的，我想问一下，就是虽然你现在是退出了国家队，但是明年还有全运会，这个大家都知道，很关心你还会不会继续参加，代表北京队参加全运会？如果明年3月份我长胖了，我就不打了；如果没有长胖的话，我会继续努力。我也希望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跟可能的话，明年全运会我也想再好好去努力一下，因为到目前为止我参加了5届的全运会，所以我觉得我也蛮期待明年如果能够顺利的话，也希望自己能够再参加一届。就是我想问一下，就因为林丹在跟尤尼克斯的合作还有很长的时间，那在他的前半部分可能是注重于竞技方面，他的赛场上的成绩。那现在林丹从国际赛场退下来，那接下来尤尼克斯会不会在青少年培训还有他喜欢的设计方面的球衣他的系列设计方面有一些推广或者合作？彼が今までの素晴らしい、実績を残したことにまず敬意を、米津全社員より
敬を表したいと思います。彼の素晴らしい成績にですね、ヨネックスが少しでも手助けできて、一緒にいい成績が残せたことに非常に光栄に思い、リンダにも大変感謝いたしております。今後は少しは時間もいただけるかと思いますので、とにかく彼の素晴らしいバドミントンへの熱い思いをヨネックスと一緒にですね、バドミントンの発展のために、特に子どもたちにですね、次のリンダのような素晴らしい選手が育つように一緒に協力していきたいと思っています。具体的にどういう協力してやっていけるということは、リンダの選手とも相談しながら決めていきたいと思っています。这里是腾讯体育的记者，想问一下南哥，就是其实退役声明中也有说到新的赛场嘛，就是刚刚没有说规划，就可不可以透露一下，就是这个新的赛场是哪里，以及就是会不会打造自己的品牌？我当然希望尤尼克斯旗下的林丹系列能够受到更多年轻人的喜欢，也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羽毛球爱好者的支持。那我觉得领域其实都可以尝试一下，因为我觉得现在来讲，一旦你宣布了这个退出国家队，就说明你有更多的一些自己的时间跟空间，所以我也希望去做不同的尝试。当然也还是希望到时候有很多的这个媒体朋友，包括球迷朋友能够一如既往的支持我，谢谢大家。